过年去女朋友家定亲，他爸坐地起价，彩礼从28万涨到66万，还要给他弟买一套房子。我爸去借钱的路上出车祸了，女朋友家在医院大闹，不肯让我交医疗费，甚至说这应该是他们家的钱。于是我在结婚那天给他们家送去了花圈，婚礼现场变葬礼。今年过年，我提着大包小包去女朋友家拜访，顺便把婚事定一下。本来去年年底我们两家就谈得差不多了，28万的彩礼也在几个月前就打过去了，所以我以为这次事情会办得很顺利。可哪里想到，这28万只是他家的开胃菜，山路不好走，我开了6个小时的车才到的他家。开门的瞬间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射过来，客厅里坐的全是人，瑶瑶一个个介绍，都是他的7大姑8大姨，我挨个打招呼，但他们的目光几乎集中在我带的礼物上。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方言，人群一下子哄得笑开了。我一头雾水，扭头看到瑶瑶的脸色已经涨红了，难道是嫌礼物太小气了吗？我带了2瓶茅台，2条中华，2盒上好的茶叶，还有一双买给小舅子的 AJ， 加起来都上万了，不至于落到被嘲笑的地步吧？我用眼神问询瑶瑶，她没有理我。这时他爸来了，我赶紧打招呼，叔叔好。老头冷哼一声，眼神同样直勾勾往礼物上瞟。我赶忙双手递过去，他连碰都不碰，撇撇嘴让我扔墙角。看来还真是礼物惹的祸，我心里顿时一阵发毛。旁边窜出个亲戚，小伙子，听说你赚挺多呀，怎么就拿这点破烂？我女婿上门不带金手镯，我都让他滚蛋。来时瞅见这村子穷乡僻壤，没想到攀比起没完没了。3斤早买好了，结婚当天准送来。那你彩礼打算掏多少？20。刚想接话，老丈人直接打断，指着角落的破沙发，你去那边待着。扎在一堆大妈中间，听着满嘴鸟语方言，伴着阴阳怪气的笑声，我心里直打鼓。女友处在对面，压根不打算过来解围，只顾低头猛滑手机。昨天我还跟她逗闷子，都说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烦，万一挨揍了咋办？瞎咧咧啥？我爸还能吃了你？没想到今天直接应验了。既然人来了，我就挑明了，这婚事我不同意。怎么了，叔叔？之前不是都盘算好了吗？还有脸提？你们家把我忽悠惨了。误会吧，我家骗啥了？你家底细我全查清了，月薪2万，父母开超市月入1万5，家里3套房，没毛病吧？我愣愣的点了点头。那你家就给28万彩礼，寒碜谁呢？周围几个亲戚夸张的嘎嘎直乐。嫌少好商量，您报个数。老头大手一挥，66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改口费8万8，办酒10万，亲戚红包1人8800。你小舅子马上成家，你在省城套个90平的房，顺便把工作包圆了。我瞄了眼缩在角落狂打游戏的巨婴，小舅子的破事也要我收底？放的什么屁！自家人不帮自家人，以后那不是你亲弟？我整个人都魔幻了，死死盯着这副老脸。彩礼加酒席90多万，省城买房150万，凑个240万，刚好是你家底的一半，拿一半身家换个活人媳妇，赚翻了。叔叔，账不能这么算，乡下宅基地不值钱，爸妈住的老破小是刚需，难不成把老人扫地出门？第3套就是我俩的婚房，当初听您的掏空家底，在市中心全款拿下。废话少说，就是不想掏钱呗。真是天价，您看能降点不？嫌多？老丈人猛拍桌子，我闺女可是正经大学生，村头专科生都卖了50万，你甩个28万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你家底我门清，独生子不炸你爸妈炸谁？把老破事卖了，滚回乡下住，难不成还能冻死街头？我火气噌的冒了上来。乡下的医疗条件，我爸妈一把年纪，万一出事抢救来得及吗？说白了就是我家闺女不值钱呗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强压怒火，不想翻脸。女友还在死磕手机，仿佛这破事跟她没半毛钱关系。我一把掐灭她的屏幕，她这才翻着白眼看向我。你没什么要表态的吗？我咋知道？周围亲戚瞬间开启狂喷模式。娶媳妇哪有不倾家荡产的？新闻没看吗？男多女少，有个母的愿意嫁你就烧高香吧。66万算个屁！就这条件，挂88万排队的人能绕村子2圈。老丈人翘着2郎腿，脸都要笑烂了。我算是彻底清醒了，这根本就是挖好坑等我跳的杀猪盘。话我带到，这就滚回去和爸妈商量。慢走，不送。快跨出大门时，我故意放慢脚步，指望女友能出面送送，结果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天色黑得像锅底，狂奔6小时，这家人连口白开水都没舍得倒。我憋着满肚子邪火，飙到镇上，随便找了个破旅馆扎下，马上拨通爸妈视频，把这破事道了个干净。屏幕那头老两口半天没憋出一句话。这吃相太难看，摆明了是不想过日子。人家就一根独苗，多敲点钱也是图个踏实。我听得出老头子在死撑，就是怕这门亲事黄了。传统老古董的执念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逼我成家。爸，这是敲竹杠啊！250万外加倒贴小舅子套房，这明显是拿咱家当猪仔啊！老妈重重叹气，我跟你爸早想回村养老了，这老破小卖了也就卖了。妈，你疯了吧？乡下那鬼地方，万一有个好歹叫天天不应，想让我愧疚一辈子吗？瑶瑶挺好，别因为几个臭钱散了。钱能再赚，人跑了就真没了。彩礼咱家再拼拼，
你也去磨磨嘴皮子，哪怕搞个分期付款呢。大半夜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点开女友的聊天框，敲了一大堆字，又一点点全删了。他今天那副高高挂起的死出确实让我火大，可转念一想，那毕竟是他亲爹妈，换成我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正好女友给我弹了视频过来，屏幕里黑咕隆咚的，估计是躲在哪个角落。你到家了吗？今天搞得太难看了，之前不都谈妥了吗？怎么还带坐地起价的？我们这边都这样，况且我家又不是不给嫁妆。赔啥？被子、枕头啥的。我直接无语了。你觉得这叫公平？他哇的一声哭了。我爸妈养我不容易，等我嫁过去就是你家的人了，人都给你了，你还想咋样？听他一哭，我心一下子软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这事儿总能商量吗？那你还娶我不娶？当然娶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硬着头皮又去了他家，66万认了，就当多背个房贷，多给点时间，4、5年也能还清。唯独小舅子这事儿没门，有手有脚，凭啥不自己去挣？其实女友早被家里洗脑了，重男轻女刻在骨子里，亲爹把她当猪肉卖，她都不觉得膈应，反倒觉得天经地义。但这都不叫事儿，我爸妈疼她，我绝对能把她拉出这烂泥潭，给她一个正常的家。这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早饭，瞅见我，老丈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叔叔，昨天的事儿我家商量过了。哦，一口气掏90万确实费劲。少来哭穷，你家几斤几两我门清。我强压火气，办酒买金子和红包的钱我找哥们儿凑凑，几天就能搞定。至于彩礼钱，现在真掏不出。没钱你娶个屁！我姐是你白嫖的吗？要不要点脸？老头跟着咆哮。清早跑来耍我，赶紧滚蛋！没说不给，咱分期付款行不？白纸黑字签合同，5年还清，1年给12万1200。我现在兜里就剩不到5000，实在榨不出来了。老头脸色稍微缓和点，算你识相，利息加5万，还有你小舅子的房绝对不买，咱是结婚不是卖身，逢年过节我们肯定回来孝敬，他又不是缺胳膊断脚，凭啥我家养着？巨婴红着眼直接猛冲过来，你骂谁残废呢？老头一把将我昨天送的礼全扔出门外，给我滚！我气急反笑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摆明了不想结，那我也不伺候了。老头脸色大变，你敢悔婚？诚意我已经给足了，你们还得寸进尺，泥人还有3分火气呢。巨婴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，刚爬起来准备动手，女友冲过来死死拽住我。我都推到悬崖边了，你家非要逼死我吗？别瞎扯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脑子里轰隆一声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眼前这女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她吗？这时手机突然催命般响起，一接通就传来老妈撕心裂肺的哭喊：快回来，你爸进抢救室了！下午3点，医院急诊，老妈缩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，浑身抖成筛子。妈，我一把死死攥住她冰凉的手。我爸到底咋了？她一抬头，眼泪决堤一样飙出来。你爸大清早跑去借钱，雾太大，直接怼在桥墩上，车头全烂了。人怎么样？医生查出啥没？压根儿没出来，抢救整整1上午了。儿子啊，你爸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可咋活？绝对没事，就算天塌了还有我顶着，我不可能留下你不管。我杀人般的眼神恶狠狠剜了老丈人一眼。这帮人听说出事也跟过来了，起初我还感动了1秒，结果老头一开口，直接让我彻底死心。这亲家也是的，啥时候不能借钱，非挑这种鬼天气出门。哼！我最后的理智瞬间崩塌。要不是你们不要脸坐地起价，我爸能去低三下四借钱，能出这档子事儿？我爸今天要是出不来，你全家都别想安生。哟呵，这话说的，他撞车怨我了，我拿刀架他脖子上了，穷横啥？还不就是舍不得卖那套破房，就一个儿子还抠抠瑟瑟，啥玩意儿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差点一巴掌扇在那副老脸上。抢救室门开了，医生走了出来。悬了，后面还要动刀，你们家属过来听听方案。肋骨双手全断，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，渣都不剩了。第一套方案换钛合金骨架，稳妥没有后遗症，准备18万，恢复好能退点。第二套方案打钢钉硬骨头硬接，遭大罪，阴雨天疼得要命，半年下不了地，老人年纪大，肯定落下病根。优点是便宜，医保报完顶多7、8千搞定。砸锅卖铁也要用第一种。医生，求你一定要救我爸，多少钱我都去弄。行，家属赶紧去缴费，等会儿定手术方案。医生前脚刚走，我立马朝女友伸手，先把钱退我，我去交费，我爸不能出事。女友猛地往后一缩，钱不在我这儿。
我转头死盯老丈人。钱呢？老头两手一摊，走得急，没带卡，支付宝、微信都行。我掏出手机等他转账，老头眉头拧成个死结，站那儿纹丝不动。我知道你急用钱，可这彩礼钱既然给了瑶瑶，那就是我家的钱了，你非要用也行，打个欠条。巨婴不知从哪儿摸来纸笔，直接怼到我眼前。利息也不多收，1年2分利，咋样？我一把抓过那张破纸，揉成一团，揪住巨婴的头发，直接塞进他嘴里。我写个屁！巨婴挥着王八拳就砸过来，我猛地闪开，一脚狠踹在他腰上，当场把他干趴下。走廊里瞬间乱成一锅粥，老妈死死抱住我。小燕玲啊，你可千万别再惹事了。我瘫坐在医院安全通道，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粗气，胸口像有团火在烧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活了27年，头一回这么想杀人，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救我爸。我打开大学寝室群，发了条消息：我爸车祸急需18万，谁手头宽裕借兄弟顶一下，砸锅卖铁我都还。没过几分钟，支付宝转账提示音响成一片，群里的消息像连珠炮一样往外爆。叔叔伤得重不重？到底咋回事？我认识几个大拿，治不好随时吱声，我派车接你们过来。眼眶瞬间就酸了，刚打出谢谢俩字儿，又赶紧删了，换成等这事翻篇，爸爸请儿子们撸串。群里瞬间开始疯狂报菜名，手机又响了，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我爸说阿姨正满世界借钱呢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我爸车祸，钱已经凑够了。我去，真出事儿了，怎么不早放屁？我就在医院楼下，给老子等着，马上就上来。一照面，发小对着我肩膀就是一拳。这么大的事你敢瞒着我？拿不拿我当兄弟？他掏出一张卡，我老头子给了15万，我自己又凑了15万，一共30万，够不够？我赶紧推回去。钱真凑够了，你那项目刚起步，正是烧钱的时候。少废话，拿着，不差这点。我手还没碰着，老丈人眼睛瞬间亮得像灯泡。有这30万，办酒的钱不就齐活了？你是哪根葱？他爪子刚伸过来，发小眼珠子一瞪，我是他老丈人。发小疑惑地看向我，我面无表情地摇摇头，不认识。老头急眼了，你啥意思？发小冷笑，啥意思？没听见我兄弟说不认识你，别给我往上凑，听懂没？女友见状赶紧过来拉我，我一把甩开。我扶着老妈去1楼缴费，走到楼梯拐角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惨白的白炽灯下，这一家子面无表情地死盯着我，地上拉长的影子扭在一起，活像一窝吐着信子的毒蛇。熬到第二天中午，我爸总算醒了。以前健步如飞的倔老头，现在连哼唧都费劲。老妈心疼的不行，喂水的时候眼泪吧嗒吧嗒直掉。我爸硬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鬼脸逗他。老妈破涕为笑，都这副德行了，还搁这作妖呢。我啥德行？儿子，赶紧拿手机给爹瞧瞧。我打开前置摄像头怼他脸上，他眯缝着眼瞅了半天。哟呵，咋包的跟个大肉粽似的？里头包的甜口还是咸口啊？老妈扑哧一声笑了，我爸也跟着乐，结果扯到伤口，疼得直咳嗽。我刚帮他掖好被子，一转头就看见女友拎着个破果篮杵在门口。我冷着脸问：你来干嘛？臭小子，吃枪药了？我爸还不清楚状况，热情招呼：丫头来看叔叔了，快坐快坐。说着还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我只好起身把凳子让出来。女友假惺惺地寒暄了几句：叔叔，我找他有点事，我俩能先回家一趟吗？行，你们年轻人先回，今晚我守着。妈，你昨晚就眯了3个钟头，今晚我来，有啥话就在这儿说。女友满脸写着委屈和为难。我爸不耐烦地挥手：让你滚回去就滚回去，我硬朗着呢，赶紧走。最后还是拗不过老妈，我只能带着女友回了新房。说吧，啥事儿？他低着头抠手指。还是彩礼的事。我一听火就压不住了。昨天的破事你瞎了吗？我爸躺在抢救室生死未卜，你亲爹竟然逼我打高利贷欠条，我大学哥们儿二话不说就把钱砸过来，你家人拿我的钱还要收利息，你摸着良心说说这叫人事？他半天憋不出一个屁，突然抬手抹了把眼睛，再抬头已经是泪流满面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家，爸妈都是泥腿子，我个破3本，我弟连中专都没混毕业。我啥时候看不起？投胎在这种鬼家庭，我有的选吗？谁愿意低头做人？谁愿意被街坊指着脊梁骨骂卖闺女？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可这就是命，我能咋办？我要是不带彩礼回去，我弟打一辈子光棍，我爸妈在村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你要是嫌贵想分，我没二话，我回去就逼他们退钱。你可以看扁我，但求你给我爸妈留点脸，毕竟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。我没吭声，他猛地扑上来死死抱住我。最后让我抱一下吧。他哽咽着，
以后再也抱不着了。热乎乎的眼泪顺着脖子往下淌，他身子抖得像只没人要的流浪狗，脑子里瞬间闪过那个熬胃病的夜晚。他揉着我的肚子，软声软气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叹了口气，顺手捏了捏他的脸，哭得跟花猫似的，赶紧去洗把脸。他轻轻捶了我胸口一拳，敢嫌弃我？然后扭头找衣服洗澡去了。我瘫在沙发上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着这3年的点点滴滴。是啊，摊上这种吸血鬼家庭，他能有啥办法？说好要把他拉出火坑的，郭艳林，你这就怂了。正内疚着，他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不知道为啥，仿佛有种诡异的直觉驱使我非看那条微信不可。听着浴室哗哗的水声，我摸出他的手机，熟练的输密码解锁。搞定那个冤种没？备注傅延杰，往上扒了，聊天记录少得可怜，只有最近这几天的11月8日晚9点。他今晚在窝里吗？在公司苦逼加班呢。那我过去喽。你又憋着坏水。嘿嘿。12月13日，钱骗到手没？搞定了。你这活儿干得真漂亮。彩礼真能算我个人财产，离了婚他也扒不走吧？把心放肚子，律师我都问800遍了。那就妥了，他家底子厚，我得多宰点儿。他好像真生气了。你去哄一哄，掉几滴眼泪。你不是说这家伙最容易心软吗？对，他耳根子软，哪像你，心肠跟石头一样硬。我哪儿都硬。讨厌。我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，手机差点摔地上，脑瓜子嗡嗡作响，感觉天花板都在转圈。我强压着恶心把消息标为未读，翻遍了相册没发现异常，却在自动备份的云盘里翻出了几百张辣眼睛的图片和视频，一股脑全传到我手机上。看着进度条慢慢爬，我才稍微缓过点神。这张是2月17号大半夜拍的，那会儿我在干啥？对，为了赚那点彩礼，在公司熬大夜敲键盘，而他们在家里厨房温馨的做饭。这张是7月9号晚上拍的，那会儿我正陪着甲方爸爸被人当孙子一样灌酒，肠胃扛不住，躲在洗手间吐的胆汁都快出来了，而他们俩像连体婴一样搂在一起躺在我的沙发上看电视。水声停了，我触电般把手机塞回原处，女友拿着换洗衣服走出来，脸蛋被热气熏得白里透红。这张看了3年的脸，此刻只让我觉得无比恶心和陌生。愁啥呢？他贴过来抱住我的胳膊发嗲，我说我突然觉得根本不认识你。连老婆都不认识啦？脑子里又在想什么下流东西？他嘟着嘴撒娇，我一句话没说，甩开他的手，抓起外套夺门而出。哎，大半夜你抽什么风？找发小借钱去，好全塞你家嘴里。我头也不回地砸上了门。你那张卡里的钱急着用不？不急，你先拿去花。用不着30万，给我28万8就行。咋还有零有整的？本来准备当彩礼的，现在我想给他们家办场丧事。我又把视频转发给了老头子，过了大半天才回过来。想干啥就放手去干吧。好嘞。自从发现这女的有问题后，我突然长了火眼金睛，那些平时忽略的细节全对上了。比如我一靠近，她手机就下意识往下扣；比如接个电话非得钻厕所；比如偷完腥回来，突然对我好的冒泡，疯狂找补。以前我就是个铁憨憨，手机随她翻，工资卡随她刷，说是去闺蜜家过夜，只要放个屁我就信。现在再看这张脸，我只觉得反胃，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。我开始陪着她飙演技，暗地里往死里查那个男人的底细，还有他那极品弟弟和吸血鬼老爹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大年初5，我拎着东西又上门了，巨婴气鼓鼓地堵在门口，摆出一副要干架的架势。我秒切笑脸，哟，小舅子，上回医院的事儿对不住啊，姐夫给你赔个不是，拿着。最新款果子鸡，看顺眼不？巨婴当场愣住，爪子一把抢过盒子。一家人嘛，磕磕碰碰很正常。老头本来缩在厨房偷瞄，这会儿也踱着方步出来了，又端起那副封建大家长的臭架子。知道认错就行，但你上次干的那事儿，我气还没消呢。爸，我这不是登门赔罪来了吗？您看这样成不？彩礼我直接翻倍。当真？这还能有假？我拍着胸脯，现在就能立字据。巨婴麻溜地找来纸笔，我趴桌上刷刷就写。只不过特意加了句仅供结婚使用，反正老子压根儿不打算结，别说翻倍，翻10倍我也敢写。老头拿起字据反反复复看了2遍，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，一副老脸笑成了灿烂的菊花。你咋？巨婴结结巴巴地问，忽然转性了？都是你姐的功劳。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这几天我也琢磨透了，医院动手确实是我混蛋，既然早晚是一家人，不如早点把话说开，免得心里堵得慌。再说了，我爸妈天天催婚，喜欢你姐喜欢的姐，巴不得赶紧把她娶进门。女友在旁边一脸得意，冲老丈人直飞眼，仿佛在说，看我这洗脑功夫多厉害。巨婴在背后悄摸摸冲我竖大拇指，我冷眼看着这一家子疯狂眼神交流，老头乐得合不拢嘴。
想通了就好。开这么久车饿坏了吧？赶紧坐下吃口热乎的。酒过三巡，我又抛出个重磅炸弹。小舅子那工作我也托人搞定了，我铁哥们开公司的，正好缺个高管，平时就坐办公室喝茶开会，脏活累活全是底下人干。这活清闲，接触的都是核心机密，我哥们信不过外人，一直空着。小舅子去绝对没问题。自家人嘛，一个月能发多少？也不多，随便混混1万出头吧。年终奖7、8万，季度奖还得另算，大概5、6万。巨婴激动的差点原地起跳。真的假的？老头干咳一声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这待遇也就凑合吧，我本来给他找了个年薪60万的，过了年就去。既然你都开了口，这个面子我肯定得给。我心里冷笑，就这货色，挑大粪都能溅一嘴，还年薪60万，等你嗝屁了，多烧点冥币给他吧。我陪着笑。房子我也相中了，市中心大平层，200多平，坐北朝南，南北通透，左边名校，右边商场，黄金地段，就是这钱嘛。我故意拖长尾音，闭嘴不说了。一家人支棱着耳朵等我下文，3双眼睛冒着绿光。咋了？缺钱？手头确实有点紧，朋友借了个遍，才勉强凑了30万。这钱要是当了彩礼，小舅子那大平层估计得缓一缓了。先买房。老头一锤定音，他姐的事儿不急，先把你弟这事儿办踏实了。我余光扫了眼女友，她板着张死人脸，看不出啥情绪。得嘞，兵贵神速，今晚就跟我走，明天一早去售楼处交首付，那神仙盘抢守着呢。第二天清早5点，巨婴就把我摇醒了。姐夫，姐夫，走起啊！我瞟了眼闹钟。你疯了吧？这点鬼都没起床呢。啊！我激动的一宿没合眼，你不睡觉瞎折腾啥？太兴奋了，睡不着啊！我翻了个身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9点整，我领着他直奔售楼处找中介看房。说实话，这大平层确实漂亮，阳光一洒，满地金黄，连我都忍不住心动。巨婴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上蹿下跳，要不是有中介在，估计能当场表演后空翻。接着就是走流程。现在房子难卖，开发商都在搞1万首付噱头，先交1万块定金，缓冲3个月，再补齐首付，之后正常还贷。这套房首付得70万，以后每个月月供2万，还不上的话，银行自然会教他做人。房本上只写巨婴一个人的名字。等3个月一到，我直接把这家人拉黑，搬个小马扎看大戏。巨婴哪懂这背后的杀猪盘，填表的时候还拉着我的手，千恩万谢。哥，新年发大财啊！中介也乐开了花，办完手续硬塞给我一把喜糖，我咧嘴一笑，我现在简直快乐上天了。安顿好巨婴，我开始集中火力对付傅延杰。谁知巨婴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直接把他那非主流小女友领了过来，吃我的喝我的，大半夜还在客厅鬼哭狼嚎唱土味情歌，我压根没脑，他要啥我给啥，供祖宗一样供着。这货为了在他女友面前炫耀，1星期就造了我2万大洋。在舔着脸找我要钱时，我双手一摊，滴水不剩。我姐不是说你家金山银山吗？咋说没就没？他急了。我笑了。钱不都拿去给你填房子的坑了吗？这倒也是，那你赶紧想办法弄点啊。行。我转身进屋反锁房门，2小时后，叮，给他转了1万，他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你抢银行了？到底干啥了？我神秘一笑，运气爆棚而已，你别瞎打听，拿去花。当晚，他贼眉鼠眼地溜进我书房，电脑故意没设密码，浏览器主页就挂着网赌网站，老子怎么可能碰这种烂泥潭？10赌9诈，这是死局。只要他敢注册，对面有的是套路，榨干他最后一点骨血。我透过门缝看着他脸上贪婪的红光，心里冷笑连连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往里钻。接下来的1个礼拜，他变本加厉的挥霍，砸钱一次比一次狠。直到某天，他灰头土脸的滚来找我，眼神闪烁的问我还能不能搞到钱。我立马反应过来，杀猪盘收网了。你又要钱填什么窟窿？外头欠了点债。他结结巴巴。多少？5万。话音未落，外头突然传来剧烈的砸门声，门一开，一帮凶神恶煞的壮汉冲进来。领头的花臂大哥瞟了我一眼，掏出巨婴的身份证对了对，发现认错人，一把推开我，转身从里屋把吓尿的巨婴拎小鸡一样揪了出来。好啊，继续跑！大哥一拳砸在他乌青的眼眶上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天拿不出钱，老子废了你这只手！姐夫，救命啊！巨婴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扯着嗓子嚎。我慢条斯理地掏出烟来递过去，大哥不接，恶狠狠地瞪我。你替他平事儿。我轻蔑地瞥了眼全成一团的巨婴，笑着凑上去。哥，借一步说话。楼道里，他欠了你们多少？50万，连本带利75万。壮汉掏出一沓借条，我连看都没看。哥，太少了，我帮你们从这家人身上多榨点。壮汉直接被我干懵了。啥意思？你不是他姐夫吗？我冷笑一声。姐夫？他家黑了我66万彩礼，他姐还背着我在找别人，这声姐夫我可受不起。我摸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头有3万，算给兄弟们买烟抽。你们图钱，我图报仇。况且我摸透了他家底细，
咱俩联手。壮汉眯缝着眼打量我，半晌接过卡。他家在哪儿？我门清，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加个联系方式，报仇的事儿回头细调。走到一半，他突然回头：兄弟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犯不着为这破事烂心肝。我点点头。仗义。催债的一走，被揍成猪头的巨婴一把死死抱住我。姐夫，你摆平了，我点点头。钱你全帮我还了。我板着脸50万，我上哪儿一下给你变出来？他眼泪唰的又下来了。那帮瘟神以后是不是还得来砸门？人家答应以后不来要命了，这窟窿我只能慢慢往里填。他激动的差点给我磕响头。我发誓再也不碰那玩意儿了，谢谢姐夫救命之恩。到了周末，我拉着这一家3口回了村。那个傅延杰的底细早被我扒了个底朝天。本村的高中同学早结了婚，老婆是村里出了名的母老虎。一路上我一声不吭，满脑子盘算着这出大戏怎么开场。饭吃到一半，几个人喝得满面红光，气氛正嗨，我冷不丁砸出一句：傅延杰是谁？他猛地哆嗦了一下，眼神乱飞。不认识啊。不是你高中同学吗？好像是有这么号人，太久没见，早忘了。放什么狗屁！你们上个礼拜不是还在一起过吗？只要没聋都能听出我话里带刺。巨婴凑过来：姐夫，咋回事啊？我反手把那些劲爆视频甩进他们家族群。自己长眼看。没过几秒，满屋子死一般寂静。老丈人和巨婴眼珠子快掉盘子里了，看来也是被蒙在鼓里。咋回事啊？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他脸白得像抹了腻子，嘴唇直哆嗦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响。我猛地一脚把饭桌踹翻在地，剩菜热汤全糊在他身上，这一家子全成了缩头乌龟，没一个敢拿正眼看我。老头眼角抽搐，拼命给巨婴飞眼神。姐夫，咱消消气。别叫我姐夫！我在外头拼死拼活赚钱，你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这绿毛鬼姐夫，谁爱当谁当！老头急得直跺脚，去把那个野男人给我绑过来！没过一会儿，巨婴像拖死狗一样把傅延杰拽进来，狠狠砸在我脚边。给我姐夫跪下磕头！道什么歉？你们光天化日想干啥？傅延杰还在那瞎扑腾，我把播着视频的手机直接砸他脸上，他一瞅，瞬间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，没声了。我抡起拳头，狠狠砸在他鼻梁上。继续装啊！他当场四脚朝天瘫在地上，杀猪般嚎叫。我错了，哥，我错了！真是个软脚虾。这时候老头和巨婴也冲上来表忠心，一个照着他肚子往死里踹，一个抄起地上的铁锅抡圆了往他脑袋上砸。这俩货这么拼命，绝对不是替我抱不平，纯粹是怕我的钱飞了。毕竟巨婴那套大平层还指望着我当冤大头掏月供呢。没几下，傅延杰就躺在地上直抽抽，露出来的皮肉没一块好地方。我蹲下身，死死揪住他头发。两条路，要么我把视频打包发给你老婆，要么你去把那个女人暴揍一顿。我指了指缩在墙角的女友。傅延杰连半秒钟都没犹豫，爬起来冲过去，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老头和巨婴看不下去了，刚想上去拉架，我像阎王一样瞪过去。我看谁敢动！一顿疯狂输出后，女友披头散发，像个女鬼一样瘫跪在地。我嘲弄地看着女友，她肩膀抖得像触电一样。我抬腿一脚踹在傅延杰脸上，这出好戏才唱到一半。我掏心掏肺怎么对你的？你干出这事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他连滚带爬扑过来，死死抱住我的大腿，脸上全是眼泪鼻涕。对不起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可这回老子要是再心软，就是纯纯大冤种。我一把甩开他的脏手。到此为止吧，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老头彻底急眼了，冲上来死死拽住我。别啊！你们要办酒的事，全村都传遍了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啊？巨婴像堵墙一样拦在我身前。姐夫，您看这样成不？我再去把那男的废了，只要您老能消气儿。我板着脸一声不吭，他突然像疯狗一样揪住亲姐的头发，赶紧给我姐夫磕头认错！只要掐住钱脉，这极品一家分分钟就能狗咬狗。我心里冷笑不止，怕憋不住笑场，我直接钻进里屋，砰的一声摔上门，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刷起手机，搜搜有啥好玩的小游戏打发时间。老头还在外头啪啪拍门，求求你了，开门啊！我回了一个字：滚。门外瞬间安静如鸡，老头的面子、巨婴的房子，通通攥在老子手里。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对这帮吸血鬼都是凌迟。我心如止水，甚至还给发小谈了个游戏邀请，连开几把黑，外头天都彻底黑透了。你小子咋还是这么下饭？你个2杠10的破射手，脸呢？瞎扯了几句，膀胱憋不住了，推门去放水。门一开，女友直挺挺的跪在门外，瞅这样子，估计跪了几个钟头了。老丈人和巨婴一见我冒头，像见到亲爹一样，呼啦一下围上来，女婿姐夫叫的那叫一个亲热。别瞎攀亲戚，
以后大马路上碰见当个熟人就行。这俩货急得满头大汗，膝盖一弯就差给我磕响头了。女友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死拽着我的袖子。不行，你拿我出服气，往死里打我都认。我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处了整整3年，我把心掏出来给他，连句重话都没舍得说过。就连这吸血鬼老爹漫天要价，我脑子里装的还是怕他夹在中间难做人。可现在看着他哭死哭活，我心里激不起半点波澜。哀莫大于心死，算是彻底悟了。我面无表情地扯出袖子，碰他一下我都嫌反胃。谁让你站起来的？给老子接着跪！我瞟了眼手机，都快晚上9点了，差不多该洗洗睡了。这几年疯狂爆肝，医生早警告过我，再熬命都没了。为了这帮极品烂人气坏身体，纯属脑干缺失。行了，这仨奇葩瞬间定住，眼睛放光的死盯着我。这婚也不是彻底没戏，就是这口恶气我还憋在胸口。老头那是相当上道。有啥条件你敞开了提。办酒的钱、亲戚的红包，总不能再敲我竹杠了吧？必须的，我们全包，只要您老肯露面，给我留副老脸就行。另外拿28.8万孝敬我妈。这啥名目啊？彩礼啊！我爸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，容易吗？活久见，哪有女方给男的倒贴彩礼的？懂了，就是不想结呗。那拉倒。别，主要是这价也太黑了吧。哟，原来你也知道黑呀！老头瞬间哑火。得，舍不得掏钱，我现在就停了你宝贝儿子的月供。我掏，砸锅卖铁也掏。现款结清，叫彩礼确实磕碜，就当是赔我的精神损失费吧。赶紧签字画押，免得事后你们又反咬一口。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赔钱货。听到支付宝清脆的到账声，老头恶狠狠地剜了亲闺女一眼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出狗咬狗的爽文大戏，憋笑憋得肚子疼。结婚当天，我足足迟到了3个钟头，故意确实是故意的，但这事儿真怨不着我。发小死活拉我打排位，寻思着赢一把就撤，结果连跪3个小时，本来心态就崩了，这家人还夺命连环 call 疯狂催，我当场急眼兑现。你催你爹呢？老头被骂懵了。咱俩总不能平辈吧？乖乖等着。车刚开进村，巨婴就急吼吼凑过来拽车门，发小一把扒拉开。懂不懂规矩？没红包新郎跟能下车。我跟着拱火。就是。巨婴抠搜搜塞过来一张50的票子，发小当场甩他脸上。打发叫花子呢？100不够，200滚，500能不能掏点诚意出来？1000就这点出息，3000。发小转头瞅我，我微微点头，差不多得了。催债的大哥估计都等急眼了。一下车，我直接从后备箱搬出个大花圈，往地上一支，实习的宾客瞬间炸开了锅。这唱的是哪一出？我45度角仰望天空，祭奠我那死去的爱情。女友穿着劣质婚纱，满眼委屈巴巴的死盯着我，明明气得要死，又不敢当场发作，司仪急着赶场走流程，直接无视了杵在那的花圈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咱们的新郎官终于闪亮登场，看着真是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啊！小嘴真甜，接着吹。那么请问新郎，愿不愿意娶身边这位美丽的姑娘为妻？话筒直接怼到我嘴边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满脸真诚地吐出3个字：不愿意。全场宾客瞬间一片哗然，老丈人的父老脸直接绿成了苦瓜。新郎官可真幽默，这真爱开玩笑。我一把夺过话筒，老子宁愿娶条狗都不要他。女友彻底破防，捧花狠狠砸我身上，抡圆了巴掌就要扇，我一把死死捏住她的手腕，眼神冷得像刀子。老头和巨婴见状，嗷嗷叫着冲上来想动手，发小反手抄起铁棍指着那对父子，谁敢往前走一步试试？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傅炎杰被人死狗一样架了出来，2条腿软趴趴的，看来腿是彻底交代了。他那母老虎老婆踩着风火轮冲过来，婊子！照着女友的脸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这战斗力真不是盖的，看来昨晚提前摇他过来是走对齐了。看着大姐战力爆表，我麻溜退场，把这出大戏的舞台全让给她。都说村里吃席大肘子最香，我拽了一口，味道绝了，软烂脱骨，满嘴流油。现在全场的眼珠子都在看戏，压根儿没人跟我抢肉吃，正啃得满嘴流油，突然听到刺啦一声脆，女友那身婚纱被母老虎撕成了一堆破布条。围观的几个黄毛兴奋地吹起了流氓哨，我记得这破婚纱还是租来的，得，这下又得赔一笔。老头火急火燎地窜到我跟前，你到底想干啥？我冷哼一声，好戏才刚开场呢。低头给催债大哥弹了条微信，哥，轮到你出场。不到半分钟，一群纹身壮汉跟推土机一样压进院子。巨婴一看这阵势，脸白得像抹了面粉，哧溜躲进老头身后。爸，救命！老头还没摸清状况，就眼睁睁看着几个大汉把巨婴死死按在饭桌上，抄起剩菜汤就往嘴里猛灌。巨婴像杀猪一样瞎扑腾，直接打翻了老子刚看上的那盘肘子。我吃肉的兴致瞬间全无，抬起一脚狠狠跺在他胸口上，靠，赔老子的肘子！
老头看心肝宝贝被这么收拾，眼睛瞬间憋得血红，撸起袖子就要上去拼老命。老东西，你好儿子欠了我们130万，赶紧掏钱！可这帮干瘦骨头架子哪是催债大哥的对手？我撞了撞旁边的小弟，咋又涨价了？嗨，这小子手痒又去送人头了呗。哦，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花臂大哥甩出厚厚一沓借条，老头看得直翻白眼。你干脆把我刮了卖肉吧，砸锅卖铁也还不清啊！我那大孝子小舅子哐哐磕头。爸，你赶紧想想辙，不然他们真会弄死我的！算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老头绝望地扫了一圈，最后把绿豆眼死死盯在我身上。你哪位啊？咱俩熟吗？你和我闺女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啊！扯正了吗？就敢瞎套近乎？可你昨天明明都拍板答应了的。哦，老子现在心情不爽，反悔了，不行吗？你这人怎么出尔反尔？我直接气乐。哟，原来您老也知道出尔反尔缺德呀！巨婴那非主流小女友一家也是同村的，就在旁边全程围观。一看这阵势，傻子都知道这家人彻底烂透，永世不得翻身了。巨婴的准丈母娘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当场发飙。我呸！从今往后，两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别来沾边。老头彻底崩了，嚎啕大哭。丁家母啊，你可是连30万彩礼都揣兜里了！啥彩礼？你少血口喷人，那明明是……我好心在一旁递话。精神损失费。对，就是我闺女的精神损失费。现场一片狼藉，看戏的宾客吃得满嘴流油，直呼过瘾。全场只有这极品一家人受伤的成就，完美达成。结局，等老头子伤好出院后，我一纸诉状，直接把这家人送上法庭，追讨那28万开胃菜彩礼，铁证如山。法院判的那叫一个痛快，胜诉，彩礼一分不少全部吐了出来。巨婴因为断供大平层，征信直接黑成煤炭，连电子厂都嫌弃，只能去工地搬砖干苦力。老头为了填那个无底洞，卖了老家的破房子，还到处借高利贷，一把老骨头跟着儿子一块搬砖还债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在十里八乡彻底臭大街了，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头号笑料。听人说最后破罐子破摔，嫁给了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光棍。几年后的一天半夜，手机突然接到个没存名字的号码，接通后啥也不说，就听见那头一个劲儿的嗷嗷惨哭。一听这动静，我就知道是那个前女友，耐着性子听了10几秒，嫌烦，反手挂断加拉黑，一气呵成。躺在床上忍不住琢磨，要是当初他没有背叛我，真结了婚，现在得是啥光景？越想越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烙烧饼。现任老婆迷糊中哐哐给我一脚，再瞎折腾，老娘一脚不动就不动嘛，态度就不能温柔点，凶神恶煞的。肚子空了，赶去煮碗牛肉面。你睡前不是刚造了一顿吗？明明是你那一对狼疯太饿了。他理直气壮地挺了挺大肚子，我无奈开灯爬下床，他瞬间夹起嗓子撒娇。老公，网上说大半夜还肯给老婆做夜宵的男人，简直帅炸天了。少给我画大饼，就知道拿迷魂汤灌我。